我被地产老总邀请参加古玩拍卖会，却发现压轴的拍品竟是个假货。我私下把事情告诉地产老总，却无意间被小人听到后立马告诉主办方。我本着不想把事情闹大，主动道歉，主办方却仗着自己所谓的高学识，硬要和我辩真伪。先暂停一下。葛清泉心里咯噔一下，随后便见秦长青过去拿了话筒喊道：“贡献这件瓷器的肖玉明先生，请站起来一下。”同样坐在前排的肖玉明不解其意，站起身后，听到秦长青道：“刚才有人告诉我，这位叶先生跟这位所谓的收藏大师何先生鉴定你贡献的这件瓷器是假货，麻烦你给个解释。”葛清泉都想骂人了，秦长青这样做，摆明了是故意在引火。肖玉明听得愕然，随后一脸恼怒：“哪个叶先生说的？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这是经过国家级鉴定机构鉴定过的真品，怎么可能是假货？”秦长青直接指向叶枫。就是那2位葛总带来的2个朋友，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葛清泉脸色难看，起身对秦长青道：“秦馆长，我们就是开玩笑，何必当真呢？今天是市里为了筹款举办的拍卖会，具有特殊意义，还是不要这样搞了。”葛总这话说的，好像我秦长青在故意挑拨一样。我就问你，你们俩是不是在卫生间里说这件瓷器是假的？如果你们说自己没讲这话，小李，你过来和葛总当面对质一下。见第3个人被扯了进来，叶枫也是哑然失笑。这些人要论玩手段，真是一把好手。一旁的肖玉明被气得够呛，自己拿出一件价值数百万的宝贝做贡献，想着赚点名声，可是却被人说是假货。你们2个今天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见肖玉明出声恐吓叶枫，葛清泉当即满脸凶狠的道：“肖老板，东西是真是假都没搞清楚，你在这嚷嚷什么？嫌你嗓门大。”这时候，秦长青开口道：“葛总，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人家肖老板做了贡献却被质疑，嗓门大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今天这事的确要弄清楚谁对谁错，我们是博物馆，可是主办方，事情不弄清楚，丢的可是我们的人。”葛清泉真想骂人，你他妈知道丢的是你们的人，还非要搞这么大干什么？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叶枫拉了他一下，站出来道：“秦馆长说的没有错，事情要分个对错。说实话，我们的确只是闲聊，觉得可能是假的，但并不是很确定。毕竟刚才听秦馆长说，东西上来前，你亲自鉴定过是真货，而且非常的喜欢。我们俩就是对古董有点粗浅的认识，比学识肯定和秦馆长差得很远。既然秦馆长说是真的，那就是真的。我们道歉行吧？”听着像恭维的话，却让秦长青听的脸色有点难看，因为叶枫这话相当于把他推到了一个对立面。万一东西真可能是假的，那岂不是代表自己业务能力不行？叶枫从秦长青的眼神和表情，知道他已经想明白自己的意思了，心中暗自冷笑：“你秦长青想拉3方下水，自己置身事外，那可不行。既然要搞，那就大家一起搞，谁也别想脱身。”秦长青正想着要不要借叶枫这句话借坡下驴的时候，肖玉明却已经嚷嚷起来：“秦馆长的业务水平哪是你们可以比的？你们也算有点自知之明，但就算认错了也不行，今天必须弄个真假出来，不然的话，人家要说我肖玉明仗势欺人，狐假虎威呢。”秦长青气得不行：“这个蠢货，人家都认错了，把脸伸出来让你打，你打2下就行了，干嘛非揪着不放？”俗话说不怕1万，就怕万一，万一真是假货，他肖玉明丢脸就算了，自己怎么办？正当秦长青骑虎难下的时候，叶枫却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了。行吧，既然肖老板这样说了，那我只能奉陪到底了。只不过想证明这东西是假货，必须先把它给摔了才行。众人听得一阵惊愕，摔了？肖玉明更是满脸气愤：“你简直就是耍无赖！东西摔了，如果是真的怎么办？这东西的评估价不是说了吗？价值700万以上，那我就拿700万做底。如果摔了之后证明不了是假货，钱赔给肖老板，这样总行了吧？”秦长青在一旁不阴不阳的道：“看你这打扮，未必能拿得出来700万现金吧？”葛清泉被他气得恼火，当即道：“别700万800万了，我拿1000万帮叶先生做保证金。秦馆长信不过他，该不会觉得我葛清泉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见葛清泉亲自下场做担保，秦长青还能说什么？叶枫也不跟他废话，直接上台把瓷器拿出来，对秦长青道：“从表面来看，这东西的完整度非常高，上面的花纹带有明显的历史气息，无论底座还是眼口都完整无缺，在没有打假的丰富经验时，很容易判断是一件真正的古董。我想秦馆长在博物馆的时候，应该没怎么见过假货吧？毕竟能进博物馆的东西，都是来自地下的考古发掘。”秦长青听得心里咯噔一下，叶枫没说错，在博物馆工作，想见到假货还是相当困难的。叶枫不再说话，把瓷器往地上一扔，然后蹲在地上挑拣着，没多久便找到了证据。叶枫拿起瓷器的碎片给众人比对着，大家看一下这2块碎片的裂口边缘，颜色明显不一样，一个新，一个旧，很明显，瓷器的大部分都是真品，只有少部分是用现代烧制的仿品做了修补，所以秦馆长才会看走眼。众人听着叶枫的话，也发现两者的边缘区别非常大，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秦长青的脸色异常难看，竟然真是假货。虽然这种古董不能算彻底的假货，可是如果你不提前说明白，那它毫无疑问就是假的。肖玉明脸色苍白，嘴里念叨着：“怎么可能？竟然真是假的！完蛋了！今天这事一出，不管肖玉明是不是故意的，他的名声都算彻底臭了。”葛清泉则哈哈大笑起来：“好，
叶先生来的时候还说自己对古董不是很在行，现在看来真是太谦虚了，反倒有些人哈哈哈，不说了，不说了。葛清泉话说了一半就不说了，可是谁不知道他在说秦长青呢？秦长青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此时的会场中响起了一片议论声，虽然不大，但这些声音如同蚂蚁一样，让秦长青浑身难受。越听秦长青气得脸色越涨红，最后竟然一口老血吐了出来，昏迷倒地。台上一片混乱，工作人员连忙跑过去，一边打120，一边给秦长青做急救措施。葛清泉则看向叶枫道：“我看今天也办不下去了，咱们走吧。”叶枫笑着道：“葛总不用在这尽尽心意嘛。”葛清泉看了眼昏迷中的秦长青，不屑地撇撇嘴：“尽个屁！”他二话不说，带着叶枫跟何元良离开了会场。混乱之中，肖玉明面色惨白地站在那，有些不知所措。走出展览馆，葛清泉才真正畅快地放声大笑：“痛快，实在太痛快了！叶先生，还是你牛啊！你看秦长青都气得吐血了。”叶枫淡笑一声：“我又不是故意要气他，是他自己往枪口上撞，怪不得别人。不过他要万一真气死了，不会怪罪在我们头上吗？”那倒不会，体系内的位置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知道多少人巴望着他早点下去呢，不然的话，别人怎么上来？葛清泉哈哈笑着：“叶先生，看样子我真是小看你了。原本以为你在古董这一行只是一个外行，却没想到你也是个专家。”叶枫笑了笑：“我并不能算专家，只不过有段时间喜欢修复这个行当，见识得多了，也就知道点。如果换成那种高仿的假货，我还真未必能认得出来。”他是谦虚，可葛清泉跟何元良哪里会信？何先生也不差啊，听叶先生的意思，你们俩差不多同一时间判断出这东西的真假了。看样子那位秦馆长还不如你们俩呢。叶枫笑着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位何先生是收藏大师，家里的藏品比市里的博物馆还要厉害呢。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这里的东西档次低。”听到叶枫多次提到何元良的家世，葛清泉不禁好奇地问道：“何先生家里到底是做什么的？”何元良谦逊的道：“移民国外很多年，一直在做跨国贸易，近些年才回国发展，不值一提。”葛清泉满脸惊讶的道：“原来何先生是这样的来历，难怪能跟叶先生做朋友，真是不可小觑啊。”行了，何先生不是那种喜欢被拍马屁的性格，大家都是朋友，就不必这么客套了。葛清泉点点头道：“叶先生说的是，要不然我们中午一块吃个饭吧，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叶先生要不要给弟妹打个电话？”与此同时，唐仲威新租赁的店铺里来了3个不速之客，看到来人，唐仲威还挺高兴的：“谭哥，吃饭没？来点水果。”来的其中一人正是市场物业管理办公室的主任韩志明。听到唐仲威热情的招呼，韩志明满脸高傲的道：“水果就不吃了，今天来是通知你一声，这间铺子的租约作废了，下午让人把你的东西都搬走。”